传说中的贤者要毁灭世界，因为他觉得拯救世界实在是太累了，反正不管拯救过多少次，世界总是会面临危机，倒不如直接毁灭，没有世界就不用拯救了。于是贤者发动技能人工降雨，将诅咒之力混杂在雨水之中。雨丝留在各组城市的史莱姆发来反馈，凡是淋到雨的魔兽都变得凶暴异常，这就是贤者的救世之道。说着，贤者发动极灭业火朝着玉丝轰去，姐姐根本无法抵挡这种程度的攻击，玉丝只好跟着发动极灭业火，恐怖的攻击相撞，在空中猛地炸开。而这时史莱姆再次传来噩耗，大批的魔兽开始朝着各个城市进发。玉丝一手抵挡着贤者的攻击，一手发动魔法击退魔兽，但魔兽的数量实在太多，单凭他一个人根本无法保护周全，更别提还要兼顾和贤者的战斗。MP 很快就因为魔力使用过度而状态异常。而这时树精灵又传来消息，法斯坦的冒险者们都聚集在了广场上，准备迎击魔兽。之前是玉丝保护了这座城市，现在玉丝不在，他们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战斗。不仅是法斯坦，玉丝支援过的每座城市都自发的行动起来，冒险者们携手合作，共同对付这场魔兽危机。玉丝习惯了不依赖任何人，只靠自己埋头奋战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有了许许多多能够并肩作战的伙伴。利用史莱姆给残忍的全员上完强化 buff 后，玉丝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专心对付贤者。这时祭司再次收到神签，太阳与月亮重叠，与星光合二为一之时，神将降下天罚。然而玉丝抬头看着被阴云遮盖的天，哪里来的太阳和月亮？总之先打就完事了。玉丝喝下魔力倒转药，将 MP 恢复到10分钟前的状态，恢复好体力，站到了贤者对面。贤者问他为什么要保护这个世界，是因为这就是贤者的使命吗？玉丝回想起一路过来遇到的人和经历过的事，表示他只是觉得这个世界还不错而已。贤者和贤者之间即将迎来最后的了断，贤者不断释放极灭业火对玉丝发起攻击，他有着无限的魔力，两人之间的战斗只会是玉丝先迎来极限，而且普通的攻击对他起不到任何作用。而就在这时，玉丝的面板上突然亮起了天机的倒计时，这在讨伐蓝龙时也出现过，难道这就是神签中的天罚？玉丝不再犹豫，对着贤者释放了天机，贤者被一股从天而降的恐怖光柱击中，惨叫着掉在了地上。而一击之后，天机的提示并没有消失，玉丝意识到这意味着能够进行多次攻击，于是二话不说用天机把贤者电到冒烟。然而即便是天罚也无法将贤者彻底打倒，玉丝掏出凯西斯短剑决定赌上一把，而被成功激怒的贤者也准备发动最强的攻击。在天机倒计时的最后1秒，玉丝猛地将短剑扔到空中，吸收了天罚的短剑爆发出极为恐怖的力量，在空中形成了日月星辰的图案，这就是神签中的太阳与月亮重叠，与星光合二为一的瞬间。玉丝接住短剑从空中跃下，就在贤者发动最强攻击的瞬间，6道魔法结界将他们层层包围，最外层是绝界隔离的最强封杀阵，贤者的攻击全都被封锁在了阵中。玉丝一把将短剑捅进贤者体内，在贤者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他的身体化为了碎片，天罚击挡而出的力量破开结界，驱散了空中的乌云。玉丝浑身散发着如明星一样耀眼的光芒落地，然后不顾形象的彻底累瘫了，世界再次被守护了下来。玉丝重新解读那则神签才明白，随着引导者之死，贤者将降临，引导者指的不是他，而是瓦尔特和过去的贤者。随着他们的死亡，新的贤者将降临于世，那就是玉丝。趁着夜色，玉丝离开了被救赎之苍月掌控的奥尔达林，赶走了魔兽的城市，在举行着热闹的庆功宴。但救赎之苍月的行动还没有停止，瓦尔特失去联系，神灵召唤失败，导致他的部下全部消失。但是他们不在乎，因为万物净化装置即将完成，一旦启动，整片大陆将被彻底摧毁。但他们最终的目的却并非毁灭世界，而是要打倒就连使者都无法打败的毁灭之黑龙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玉丝这边正头疼着接下来该怎么办。野外露营的他就被野兽包围了，一只巨大的墨西干头猛虎出现在他的面前，黑暗中亮起了一双双凶恶的眼睛。第二天，玉丝来到一座新的城市，将委托上的狂暴虎拖到了冒险者工会，前台惊呆了，在他的认知中，这么厉害的魔兽是不会被一个人打倒的，于是让玉丝把他的小队成员都带过来，但玉丝说自己没有队友，前台难过的哭了出来。这孩子肯定是无法接受同伴在讨伐中牺牲的事实，精神失常，幻想自己没有同伴吧。面对感情如此丰富的前台，玉丝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这时工会长麦基亚走了过来，仔细观察狂暴虎的尸体后，确定是被一个人的火系魔法攻击而死的。一听玉丝是魔兽使，他就明白了，传闻中有着一位曾独自一人守护被大量魔兽袭击的城市，并打倒了传说中的蓝龙的会使用魔法的魔兽使玉丝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冒险者目光都聚集在了玉丝的身上，名声大噪的玉丝这下该如何应对呢？